应寻秋，你杀朕3000禁军，今日偿命，留你全尸。杀了他，碎尸万段。师父，飞雪，我替你们报仇了。这是我。我死死盯着天眼册上的文字，每一个字都像一把烧红的刀扎在我心口上。上辈子我没能护住师父和师妹，这辈子他又把同样的结局明明白白写在我面前，说10日之后师父就会下山，战死沙场，青山宗跟着覆灭。飞雪还是逃不过惨死的命运，我当场就红了眼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，鲜血顺着石台往下流，可我一点都不觉得疼。上辈子的遗憾像一座山压在我心头，这辈子我宁寻秋活着，就绝不让任何人再伤他们分毫。就在这瞬间，天眼册突然爆发出耀眼的金光，书页自动翻开，一支通体银白、刻着古老云文的毛笔从书页里飞了出来，悬浮在我面前，笔杆上的春秋2字熠熠生辉。一道清冷的机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天眼册显命，春秋笔归主，可改宿命，可正诸天，每改写一次，或天道馈赠。我愣了一瞬，随即伸手抓住毛笔，笔身传来温热的触感。原本卡在内气境巅峰的内气，忽然开始躁动，有了突破的迹象。我立刻蘸取毛笔间的金色墨汁，在天眼册上狠狠画掉师父风云子下山战死的文字，写下新的一行：风云子暂不下山，与国危机由宁寻秋化解，得以善存。书页金光暴涨，一股更强劲的暖流涌入体内，我的内气瞬间冲破瓶颈，内气境巅峰的壁垒轰然破碎。我能清晰感受到体内的力量之前浑厚了数倍，可还没等我缓过神，一阵阴冷的阴风突然刮过，金光顶的树叶哗哗作响。外面突然出现一个黑袍面具人，他的周身散发着刺骨的寒气，面具下的眼睛闪烁着诡异的红光，死死盯着我。宁群秋改写宿命，逆天而行，迟早要付出代价。他的声音沙哑的像磨过砂纸，带着浓浓的嘲讽。我握紧腰间的长剑，猛地抬头，是谁？黑袍人的话是什么意思？可他根本不回答，抬手一挥，便消失了。10日之内，青山宗必遭大劫，你逃不掉。我心里一沉，长剑握得更紧。我知道黑袍人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，这场改写命运的博弈，从一开始就不是我能掌控的。我收起春秋笔和天眼册，立刻冲下金光找师父风云子。可刚走到半山腰，就看到远处的青山宗山门方向升起了一股浓浓的黑烟，隐约传来弟子的呼救声。我疯冲下山，见山门黑烟滚滚，黑衣江湖弟子闯入杂牌坊，弟子节节败退。我冲到师父面前拉住他，师父愣了一下，为首壮汉已到近前，满脸红肉，腰挎鬼头刀，嚣张大笑。风云子堕青山宗就安全了？七国江湖说你下山助雨国，今日我灭你青山宗！我甩开师傅，纵身跳到壮汉面前，青山烈烈，内气涌动。壮汉嗤笑：“小崽子找死！”挥起鬼头刀砍来，刀锋凌怒。我侧身避开，反手拔剑，剑光一闪，剑气劈中壮汉肩膀。壮汉惨叫，鲜血涌出，难以置信。我乘胜追击，长剑横扫，直刺劈砍，壮汉节节败退，天数道伤口。我一脚踹倒他，长剑抵住他身体。滚！告诉七国江湖，青山宗不是随意挑衅的，再犯，下次不是断肩这么简单。壮汉魂飞魄散，待手下逃离，弟子欢呼称赞。师傅惊讶欣慰，寻秋进步太快。此时春秋笔提示音响起，天眼册续影无限，击退七国江湖挑衅，获天道馈赠，内气境突破至宗师境，解锁人生模拟初级权限，暖流涌入，宗师境气息弥漫，力量在上台阶。喜悦未久，瞥见树梢黑袍面具人又出现，阴狠低语：“宁寻秋有点意思，不过这只是开始。”我转头，他消失，留下一枚黑色令牌落在地上。更震惊的是，天眼册浮现陌生世界虚影，迷雾山海间，赤红铠甲少年手持长枪横扫千军，面容竟和我一样。我弯腰捡起令牌，令牌化作黑烟钻入掌心，
天眼侧虚影闪烁，青山宗山门的黑烟翻涌，地上血渍与地面融成暗褐色。我立在牌坊前，掌心的黑色令牌灼烫如烈火，丝丝阴寒之气顺着万间经脉游走，与我刚突破的宗师境内气相互冲撞。指尖抚过牌坊裂痕，指腹触到那丝熟悉的阴冷意气，和那日树梢黑袍人身上的气息一模一样。我心中瞬间了然，前日闯山的黑衣江湖弟子不过是枚棋子，山门的黑烟根本不是战乱所致，而是黑袍人设下的诱饵，目的就是引师傅下山，落入他们不好的陷阱。翻手取出春秋笔，金色笔尖轻点黑色令牌，刹那间金芒骤起，天眼侧的虚影在我身前缓缓展开。金色字迹在侧面明灭，诸天影，定诸天坐标，意为追踪之印。持此印者，可穿梭诸天，亦会被诸天势力追踪。我眸光一凝，没想到这枚黑袍人留下的令牌，竟是连通诸天的关键。收了春秋笔，我身形如轻影穿梭在弟子居所之间，内气探之间，一道微弱却精纯的阴寒意气在西厢房梁柱后显露踪迹。我悄声靠近，见一名青山弟子捏着密信。那弟子见我现身，当即拔剑刺来，轻松避过，密信触到剑光，瞬间化作飞灰，半分信息都没留下。西厢房的动静惊动了师傅，他赶来见奸细伏诛，望着我的眼神满是赞许，终是颔首应允，答应暂不下山，守在青山宗内。天眼侧的虚影上再次浮现模糊字迹，迷雾山海世界，赤焰天王命格已解锁，诸天通道即将开启。一道肉眼难辨的缝隙悄然裂开，那是通往诸天的门扉。赤红光芒映红漫天风雪，青山宗上空的空间微微震颤，而迷雾山海的世界正有汉。暮色覆青山，粉衣高飞雪提剑踏雪至金光顶下，见您寻秋宗师境气息萦绕，又望山门狼藉，眼中满忧色。他从怀中取白玉佩，玉佩温润，纹路与春秋笔笔身完美契合。宁寻秋指尖出玉佩，前世画面骤然撞入阴暗潮湿的小巷，粉衣的师妹倒在血泊中，手中伤药滚落一旁，血沫从嘴角不断流出。那双总带着笑意的眼睛永远失去了光彩。我指节攥得发白，抬手按住师妹的肩头，眸光沉沉，心中立下无声的誓言：这辈子我绝不会再让前世的悲剧重演，定会补他一世周全。此时天眼侧的金芒突然在我身前闪烁，金色字迹浮现，道韵再体，可强化春秋笔倒立，全诸天至宝残缺。玉佩与春秋笔相触，温润道韵由经脉，宗师境力量运凝时。夜色深沉，一道黑影掠山巅，黑袍人阴冷声隔空传来：高飞雪的玉佩乃诸天至宝碎片，本座必取之。我当即握剑挡在师妹身前，青山烈烈，寒芒映眸。宁寻秋盘膝坐金光顶青石台，天眼侧展开，人生模拟出其全现金字意义。他按在侧面，意识被金芒包裹，雪景消散，化作迷雾缭绕的山林，瘴气漫腰。其意识附于赤甲少年赤焰身上。此刻赤焰被山贼按地，拳头如雨点落下。宁寻秋借赤焰之身格挡反击，一拳砸飞山贼。寻迹一入石洞，寻得泛黄君道功法，指尖抚叶，功法要义瞬间领悟。他去山林散兵，受君道之术，披荆斩棘，血洗山寨，斩杀头目。赤甲染血在迷雾山海立足，金芒骤闪，意识归体。宁寻秋睁眼，宗师境气息更浑厚。天眼侧落君道入门印记，赤焰天王枪术在脑海演练。侧面弹金标，赤焰宿命与你绑定。迷雾山海通道3日后开启。3日后清晨，天刚蒙蒙亮，凛冽的寒风卷着大雪，呼啸着掠过青山。一阵震耳欲聋的马蹄声突然从山下传来，由远及近，震彻整座青山，打破了青山宗的宁静。我与师傅闻声赶到山门，只见七国江湖的10位宗师高手连袂而至，身后跟着数百名弟子，个个气息强横，将青山宗山门围得水泄不通。为首的老者手持一根玄铁杖，须发皆白，周身气息浑厚，乃是七国江湖的盟主。他抬手将玄铁杖重重顿在地上，山石瞬间碎裂，裂痕蔓延开来，声音中带着滔天怒意。宁寻秋，你杀我七国江湖高手，夺我至宝，今日我等踏平青山宗，交出至宝，便饶你青山宗上下一命，否则鸡犬不留。师傅见状欲出手，我一把拦下，身形一晃，如一道轻影落在山门的石狮子旁，周身宗师境的气息尽时释放，浑厚的气浪朝着四周扩散，压得七国江湖的弟子们纷纷后退，面露惧色。七国江湖仗势欺人，真当我青山宗无人不成？10位宗师见我不过是个少年，竟有如此实力，眼中闪过察觉，随即同时出手，刀光剑影交织在一起，凌厉的气浪卷着雪云翻飞，朝着我猛攻而来。我临危不乱，运转刚领悟的君道功法，长剑舞出漫天剑花，将周身护得密不透风。面对老者的玄铁杖重击，我的剑气挑飞老者兵器，老者兵器掉在地上，指尖快如闪电，点向老者的丹田。老者瞬间失力倒地，丹田被封，气息涣散。其余9位宗师见状，联手围攻而来。我身形如鬼魅般在刀光剑影中穿梭，长剑横扫，剑气纵舞。半炷香的时间，7位宗师或被斩断经脉，或被震碎丹田，纷纷哀嚎，失去了战斗力。剩余的2位宗师见势不妙，深知不是我的对手，对视一眼，转身便遁入山林，狼狈逃窜。青山宗的弟子们见此情景，齐声欢呼，眼神满是崇拜。我立于山门之上，青山染血，周身气息依旧稳固，长剑垂在身侧，寒芒映着漫天风雪。经此一战，青山宗之名响彻七国江湖，无人再敢轻易挑衅。我刚回到金光顶，还未及休整，一名身着雨国服饰的信使便跌跌撞撞地冲上山来。
跪在金光顶下，双手高举着一封求助信。青山宗上仙，求您救救禹国，敌军压境，太子殿下危在旦夕，禹国数十万百姓即将陷入水深火热之中。信使的声音带着哭腔，磕头不止，额头渗出血迹。抬手接过求助信，天眼侧的金芒瞬间在我身前浮现，金色的字迹清晰可见。楚玉，禹国太子，原宿命战败身死，禹国覆灭，改写其宿命，可积累诸天气运，助你突破修为。我心中了然，这不仅是禹国的危机，更是我改写宿命的必经之路。转身找到师傅，将天眼侧的事情告知他。一番劝说后，师傅终是点头应允。我当即带着3名师弟策马扬鞭，直奔禹国都城。一路疾驰，日夜兼程，待抵达禹国都城外的战场时，只见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禹国的士兵节节败退，士气低落。楚玉身着银甲，浑身浴血，被敌军的大军团团围住。太子殿下莫慌，青山宗宁寻秋前来相助。我一声大喝，翻身下马，长剑出鞘，宗师境的气息与君道之力相融，化作一道凌厉的气浪，暴杀了一阵。身形如电，长剑所到之处，敌军纷纷。片刻之间，便杀到楚玉身前，将他护在身后。楚玉见有人前来相助，眼中闪过一丝希望，当即将兵权交予我，接过兵权，目光扫过战场，迅速定下3路包抄之计，命禹国士兵分3路绕至敌军后方，又亲率精锐部队趁着夜色夜袭敌军大营。深夜的军营毫无防备，我率领军营杀入其中，长剑直刺敌军主将咽喉，主将当场毙命。群龙无首的敌军阵脚大乱，自相残杀。禹国的士兵趁机反攻，前后夹击，敌军大败，狼狈逃窜。禹国师弟尽数收复。楚玉握着我的手，满是感激，当场立誓与青山宗结为永世盟友，同生共死。我周身萦绕着浓郁的诸天气运，修为在气运的加持下不断攀升，逼近宗师境巅峰。就在此时，一道黑袍身影如滚雷般掠过战场，夺走红衣主将身上的混沌碎片。宁寻秋，你想要的，本座都会先一步夺走。诸天本源终究是本座的囊中之物。黑袍人影夺过混沌碎片，身形急晃欲遁走。我岂容他逃脱，提剑急追，青山翻飞，剑气如电，直逼其后心。留下混沌碎片，饶你一命。荒原之上，我的声音冷冽回荡。黑袍人反手开出滚滚气浪，与我的剑气轰然相撞，震得荒原草木尽折，碎石飞溅。我被震退数步，稳住身形时，数名黑袍手下从暗处冲出，手持弯刀，阴寒气息扑面而来，联手朝我围攻，招致很大之力。我冷哼一声，运转君道之力，长剑虎突，欲破风的剑，剑气纵横肆虐。黑袍手下的弯刀触到剑气便碎裂，几人躲闪不及，被剑气击中，当场倒地，血洒荒原。片刻间，数名黑袍手下悉数伏诛。待我解决完黑袍手下，抬头望去，黑袍人已消失无踪，只留下一缕阴寒意气在夜空中缓缓消散。我收剑而立，掌心的混沌碎片虚影在天眼侧中浮现，提示音在脑海中响起。混沌碎片乃开启混沌初开世界之药，共9枚，即可开启该世界。黑袍人四处收集，欲夺诸天本源，掌控诸天。我眸光沉凝，带着3名师弟连夜赶回青山宗。归山后，我将黑袍人留下的诸天引与混沌碎片的纹路对比，发现二者一脉相承，且与黑袍手下服饰纹路相同，显然出自同一势力。我凝眉思索，推测黑袍人并非此方世界之人，其背后定有庞大诸天势力图谋不轨。此时，师父缓步走来，望着诸天影，眼中闪过凝重。寻秋，为师年轻时在秘境探险，见过此类，他们乃清虚界强者，实力深不可测，一直想吞噬诸天势。清虚界3字如重石落在我心底，我终明白黑袍人背后是如此强大势力，未来对手远比想象中更可怕。青山宗金光顶上，金芒冲天，驱散风雪。天眼侧悬浮半空，侧面展开，一道金色通道延伸而出，通向迷雾翻涌的迷雾山海世界。我掌心的诸天影震颤，牵引着我向通道跃去。诸天通道正式开启，我回头望向青山宗，师父立于山门，目光中满是期许。我暗下决心，定要在迷雾山海提升实力，夺混沌碎片，守护宗门与亲人。随即纵身一跃，跳入金色通道，金芒瞬间包裹全身，隔绝外界。穿梭在诸天通道，无数世界虚影闪过，战火乱世，仙气修仙界，混沌原始世界。此时，庞大记忆涌入脑海，那是赤焰天王的完整记忆。他生于迷雾山海，天赋异禀，凭一杆长枪统一各方，成为霸主，却在巅峰时被混沌魔神一剑斩杀，陨于山海之巅。原来赤焰天王宿命如此惨烈，我心中明了，此次前往迷雾山海，不仅要提升实力，更要改写其宿命，绑定获得更强力量。不知过了多久，金芒消散，我落在迷雾山海的土地上，身处迷雾缭绕、瘴气弥漫的山林，空气中混沌气息浓郁。这时，凶狠嘶吼声传来，数十名山贼手持巨斧从迷雾中冲出。不远处，年少赤焰被数名山贼按在地上，赤甲劈裂，嘴角溢血，却仍目露桀骜，拼死反抗。山贼首领腰间挂着泛混沌气息的碎片，显然是黑袍人手下。我握剑在手，宗师境气息尽数释放，朝着山贼跑去，是要改写这悲惨宿命。山贼首领见年少赤焰顽强抵抗，狠厉之色闪过，挥起巨斧，带着千钧之力朝赤焰头顶劈去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斩断斧刃，烈斧刃插入树干。山贼首领金色尽现，恼羞成怒，拍出一股浓郁混沌气浪，带着腐蚀之力直逼我面门，所过之处草木瞬间枯萎。我侧身轻松避开，手腕翻转，长剑如毒蛇出洞，直刺其丹田。山贼首领凄厉惨叫，丹田被破，轰然倒地。
我一把夺过他的混沌碎片。其余山贼见首领伏诛，纷纷丢盔弃甲，四散而逃。我俯身扶起年少赤焰，为他擦拭嘴角血渍。赤焰抬眼，见我与他容貌相同，气息强横如神明，眼中满是崇拜敬仰，当即单膝跪地行拜施礼。前辈救命之恩，赤焰没齿难忘，愿拜前辈为师，鞍前马后。我扶起赤焰，笑着点头应允。将军道进阶功法倾囊相授，又渡入一缕浑厚内气，助他突破修为。赤焰只觉温暖力量涌入丹田，内气飞速流转，修为瞬间突破，气息愈发强横。此时天眼侧金芒闪烁，金色字迹浮现。改写赤焰初期宿命，获军道进阶奖励，修为突破宗师境巅峰，解锁赤焰天王部分战力。暖流顺经脉游走全身，宗师境壁垒轰然破碎，我的修为再上一台阶。赤焰天王的枪术招式与战力在脑海中不断涌现，可随时切换动物。夜色降临，迷雾山海被浓郁混沌之气笼罩，黑云压城似有浩劫将至。天眼侧提示音在脑海中凝重响起，混沌魔神即将降临，赤焰天王宿命危机将至。需尽快统一迷雾山海，凝聚山海气运，方能抵挡攻击。晨曦微露，迷雾山海山林间，我和赤焰并肩而立，他周身出城军道之气环绕，身后数千训练有素的士兵目光坚定，士气高昂，军道之气直冲云霄。我青山烈烈，宗师境巅峰气息压阵，长剑寒芒闪烁，冷冷扫视前方山寨。今日踏平迷雾山海所有山贼窝与诸侯势力，还此地太平。我声音铿锵，回荡山谷。话音未落，赤焰一声令下，士兵们齐声高呼，冲锋向前，喊杀声震彻山林。赤焰一马当先冲入山寨，枪尖挑飞敌兵，军道之力加持下势不可挡。我游走战场，长剑出鞘，剑气纵横，专斩各大势力高手。那些山贼头目与诸侯首领虽气息强横，却在我融合军道之术与宗师境力量的剑下毫无还手之力，或被一剑封喉，或被斩断经脉，纷纷伏诛。半月间，我与赤焰率士兵横扫迷雾山海，披荆斩棘，势如破竹。作恶多端者尽数斩杀，归顺投降者编入军队。迷雾山海乱象平息，百姓摆脱战乱之苦，欢呼雀跃，对我与赤焰感恩戴德。在百姓拥护下，赤焰于山海之巅登基为王，身披龙袍，手握玉玺，接受万民朝拜。登基大典上，他尊我为护国神帅，执掌所有兵权。此时，金芒从天而降，笼罩我们。天眼侧金标闪烁，金色字迹醒目，领悟完整军道之力，修为突破筑基境，或赤焰天王完整身份印记，可随时切换动用其全部战力。浑厚力量涌入我体内，筑基境气息爆发，周身金芒环绕。赤焰天王完整身份印记融入眉心，枪术与军道奥义融会贯通。正当我沉浸在突破喜悦中时，天空炸裂，一道万丈身影踏云而来，浑身混沌之气萦绕，遮天蔽日，正是混沌魔神。他抬手一掌拍下，毁天灭地之力让半座城池瞬间碎裂，赤焰陷入致命危机。混沌魔神的巨掌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，朝着赤焰拍去。金色的掌锋遮天蔽日，所到之处，空间震颤，碎石漫天。我见状，目眦欲裂，眉心的赤焰天王印记瞬间金芒暴涨，一股庞大的力量涌入体内。我瞬间切换赤焰天王的身份，身披赤甲，手持长枪，如一座高山挡在赤焰身前，说道：“混沌魔神，休生！”我持枪迎向魔神，直刺混沌魔神的胸口，却仅在魔神身上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。混沌魔神发出一声怒，眼中闪过狠厉，抬手又是一掌，重重拍在我的胸口。我被巨力震飞，赤甲碎裂，嘴角溢出血迹，重重摔在地上。赤焰见状，手持长枪，拼死冲向混沌魔神，却被魔神随手一挥，震飞出去。危急时刻，怀中的春秋笔突然爆发出耀眼金芒，衣兜内高飞雪所中的白玉佩与2枚混沌碎片同时震颤，3道力量从不同方向涌出，在宁寻秋身前相连，化作一道浑厚的道韵，直冲云霄，与天地间的力量相连。他借势起身，抬手握住春秋，笔尖蘸取混沌碎片中的混沌之力，金色的笔尖瞬间化作混沌之色。他抬手一挥，春秋笔化作一道金色的剑光，直刺混沌魔神的心脏。混沌魔神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庞大的身形开始消散，浓郁的混沌之力从他体内涌出，朝着我涌去。我运转内气，将混沌之力尽数吸收，体内的力量不断攀升。丹田之中，一股新的力量正在孕育。天眼侧的金芒在他身前闪烁，金色的字迹浮现，斩杀混沌魔神，吸收混沌之力，修为突破金丹境或混沌之剑雏形。宁寻秋周身的混沌气与金芒相融，春秋笔在他手中化作一把混沌之剑，剑身萦绕着浓郁的道韵与混沌之力，寒芒闪烁，威力无穷。侧面之上，新的权限开启，一个陌生世界的虚影浮现，正是末法修仙世界。金色的字迹提示：玄妙天地宿命，待你改写。我吸收混沌魔神之力后，将赤焰安置在山海之巅，嘱托手下悉心照料，随后返回青山宗稍作休整。我抬手按向天眼侧，金芒瞬间将我包裹，意识脱离肉身，穿梭至末法修仙世界。这是一个灵气枯竭、道韵稀薄的世界，满目荒芜，昔日繁华的修仙界早已不复存在。我的意识附在玄妙天地身上，身处残破不堪、蛛网密布的9重天宫，身上穿着破旧的龙袍，气息虚浮，周身的道韵不断消散。天眼侧的金色字迹在我身前浮现，玄妙天地元宿命大婚之日，遭亲信丞相背叛，身中剧毒疯魔而死，末法修仙世界随之覆灭。我凝眉思索，心中已有布局。我假意按照元宿命筹备大婚，广邀天下修士，实则暗中探查，
寻找丞相背叛的证据。大婚之日，九重天宫张灯结彩，却处处。丞相手持一杯毒酒，面带假笑上前，被我一把弹翻。丞相身后黑袍手下悉数反扑，我剑气挥斩，手下接连。丞相见势不妙，欲遁走，被我一剑击中，当场毙命。解决完所有敌人，我登上九重天宫的祭坛，手握春秋，占取诸天本源之力，在祭坛上写下传法之道。金色道运蔓延整个末法修仙世界，枯竭的灵气缓缓复苏，残山圣水间重新长出草木。传法之际，我察觉天地本源之力在持续流失，抬眼望去，一道黑袍身影如鬼魅般掠过长空，正是黑袍人在暗中吸走世界本源。昆仑之巅，云雾缭绕，本源晶石悬浮在半空之中，散发着柔和的金光，滋养着整个末法修仙世界。黑袍人立于本源晶石前，抬手便欲吸收本源之力。他见我追来，眼中闪过一丝嘲讽，其身环化神境修为，气息远胜于我。但我毫无惧色，眉心的玄妙天地印记瞬间金芒暴涨，我瞬间切换玄妙天地的身份，身披天地龙袍，传法之道与金丹境力量相融，剑迎黑袍人逞锋。我借传法与混沌之力与黑袍人游走反击，一次次打断黑袍人吸收动作，趁机握本源晶石，渡道运夺回我的人。我抓住一个空隙，绕到黑袍人身后，混沌之剑直刺其后背，黑袍人被剑气死中，身受轻伤。黑袍人剑计划落空，又身受轻伤，深知再斗下去讨不到任何好处，当即趁机遁走。空中黑袍人的话语在回荡，祖龙即将觉醒，清虚界将成炼狱，你阻止不了的。我冷哼一声，收剑而立，立于昆仑之巅，手握本源晶石，渡入道运，滋养着整个末法修仙世界。此时天眼侧的金芒在他身前闪烁，夺回部分本源之力，或传法之道奖励，修为突破元婴境，解锁玄妙天地完整身份印记，距道尊境更进一步。我周身道运环绕，元婴境气息爆发，目光望向清虚界，凝满神色。我将末法修仙世界的本源晶石安置妥当，留下传法之道，助世界灵气复苏。随后意识归体，回到青山宗的金光顶，刚坐稳，天眼侧便再次展开，新的模拟权限开启，一道金光闪过，神话三国世界的虚影在我身前浮现，战火纷飞，民不聊生，一股浓郁的乱世气息扑面而来。我抬手按在侧面之上，意识被金芒包裹，再次穿梭如烟，附于少年吕布的身上。此时的吕布流落街头，身无分文，衣衫褴褛，却依旧目露桀骜，藏着强横的力量。天眼侧的金色字迹浮现，吕布原宿命三姓家奴，反复无常，被曹操斩杀于白门楼，不得善终。改写其宿命，可积累海量诸天气运，助你突破化神境。我借吕布之身离开街头，前往并州，凭借着天生的神力与我的君道之术，很快站稳脚跟。时光飞逝，我拒绝了丁原的招揽，避开了董卓的利用，始终坚守本心，不与奸佞同流合污。我骑赤兔马，手持方天画戟，率领着骑兵征战四方，我的势力不断壮大，成为神话三国世界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。一日，我率领着骑兵行至桃园，偶遇刘备、关羽二人，三人一见如故，当即在桃园之中结为异姓兄弟，联手征战天下。我们的势力愈发强盛，成为神话三国世界的一方霸主。距离统一三国仅有一步之遥。这时，天地间突然涌起浓郁的混沌之气，天空昏暗，巨大的祖龙虚影掠过天际，龙气翻涌，压得天地间热气。天眼侧的提示音在我脑海中响起：祖龙与三国世界有因果羁绊，需尽快解开，否则世界将被混沌吞噬。祖龙虚影掠过天际，混沌之气弥漫整个神话三国世界，天下再次陷入混乱。我见状，提方天画戟，骑赤兔马，循着祖龙虚影的气息，一路疾驰，直奔洛阳龙脉之地。洛阳，昔日的帝都，如今已是一片荒芜。我潜入洛阳城底，只见龙脉之地，一枚金光闪闪的龙气印记悬浮在半空之中，数名黑袍手下围在龙气印记旁，手持法器，施法引动龙气。他们见我到来，当即停止施法，挥刀迎战。宁寻秋运转元婴境的修为，方天画戟分散，几锋凌厉，带着千钧之力，所到之处，黑袍手下纷纷倒地，血洒龙脉之地。我走到龙气印记前，取出春秋笔，笔尖蘸取混沌碎片中的混沌之力，在龙气印记之上写下改写因果。金色的符文在印记上闪烁，与龙气相互交融，一道道因果丝线从印记中断裂。祖龙与三国世界的因果羁绊正在不断消散。随着因果羁绊的解开，龙气印记化作一股浓郁的混沌之力融入我体内。天眼侧的金芒在我身前闪烁，金色的字迹浮现，解开祖龙与三国世界的因果羁绊，获混沌魔神身份印记，修为突破化神境，掌控混沌毁灭之力。混沌魔神的身份印记融入我的内心，力量愈发凝实。此时，天眼侧的侧面之上弹出一道紧急金标。金色的字迹醒目，带着强烈的警示：清虚界祖龙即将觉醒，吞噬诸天气运，速回清虚界。宁寻秋眸光一凝，心中焦急，当即撕裂空间，化作一道金光，朝着清虚界的方向疾驰而去。我撕裂空间，身形化作一道金光，穿梭诸天，直奔清虚界。刚踏入清虚界的地界，一股浓郁的血腥味便扑面而来。天地间血色弥漫，19州竟被祖龙的势力占据，大地龟裂，江河断流，满目疮痍，毫无昔日的生机。修仙者的尸体遍地都是，就连昔日威名赫赫的富海真君也尸浮东海，肉身碎裂，道运消散，死状凄惨。我心中一沉，朝着青山宗的方向疾驰。青山宗被数万龙族士兵层层包围，山门的牌坊被劈裂断成2截，地上躺着无数青山宗弟子的尸体。青山宗内，风云子与高飞雪被困在金光顶，周身道运不断消耗，已是强弩之末。我目眦欲裂，眉心的赤焰天王与玄妙天地印记同时金芒暴涨，瞬间切换双重身份，身披赤甲与天地龙袍。所到之处，龙族士兵纷纷倒地，龙血四溅。我一路横冲直撞，冲破龙族士兵的层层包围，所到之处无人能挡，很快便杀到金光底下，将师父与师妹护在身后，手中的混沌之剑凝满杀意，周身的气息压得龙族士兵喘不过气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庞大的声音震彻整个清虚界：
祖龙的身影悬浮在半空之中，遮天蔽日。宁寻秋，本座劝你速速归降，交出春秋笔与天眼册，否则3日后定血洗青山宗，鸡犬不留。我立于金光顶，望着血色弥漫的清虚界，心中深知，单靠青山宗的力量根本无法抗衡祖龙，唯有联合清虚界所有不满祖龙的势力，齐心协力，方能与祖龙一战。我抬手点向天眼册，金芒道运弥漫整个清虚界，化作无数道传信符，飞向清虚界的各个角落，传信于所有不满祖龙的大神通者、修仙门派与人族势力，邀聚青山宗结盟。3日内，各路强者纷纷齐聚青山宗，隐士门派、镇守大神、人族义军，眼中皆然对祖龙的愤恨。我立于高台，化神境气息爆发，振臂高呼：祖龙不忍，屠戮众生，今日结抗龙联盟，共抗祖龙，守护清虚。众人齐声应和，声震青山。我被推举为联盟首领，我定作战计划，将军道、传法之道倾囊相授，助众人提升战力，同时握春秋笔，在天眼册上划去联盟成员战死的宿命。金芒笼罩众人，诸天气运不断汇聚。就在检查防御大阵之际，一丝微弱却精纯的祖龙气传入我的感知。这股气息竟来自我最信任的师弟。我心中一沉，不动声色，暗中观察，发现师弟的周身竟萦绕着淡淡的阴寒意气，与黑袍人身上的气息如出一辙。原来我最信任的师弟竟是祖龙安插在青山宗的奸细，潜伏在我身边，伺机而动。宁寻秋佯装未察觉师弟异样，与他商讨作战计划，将假的行军路线与防御部署尽数告知。师弟眼中闪过窃喜，趁夜溜出青山宗，欲将情报传于祖龙手下。刚出山门，一道金色的道运结界突然浮现，将他牢牢困住。宁寻秋从阴影走出，青山烈烈，手握混沌之剑。早知你是奸细，你这吃里扒外的叛徒，背叛师门，残害同门，今日便让你血债血偿。师弟面露惊色，拍掌逼出龙气，直扑宁寻秋。宁寻秋侧身避开，剑气穿透其护体龙气，刺向丹田。师弟惨叫，丹田碎裂，临死前嘶吼：“祖龙陛下定会为我报仇。”我眼神冷冽，抬手一剑，了结了师弟的性命，清理了宗门内的奸细。师弟伏诛的消息传遍整个青山宗，联盟士气大振，诸天气运源源不断汇聚，涌入我的体内。天眼册金芒暴涨，清理祖龙奸细，积累诸天气运，修为突破道尊境，解锁更多身份印记力量。宁寻秋周身道运环绕，道尊境气息爆发，眉心3大印记同时闪烁。就在此时，天际突然传来一声震天龙吼。祖龙得知自己的奸细被斩，勃然大怒，提前发兵，100万龙族大军铺天盖地而来，将抗龙联盟围得水泄不通。龙气翻涌，喊杀声震彻天地，大战一触即发。100万龙族大军嘶吼震天，龙气翻涌，如潮水般压向整个青山宗。祖龙的手下率领着龙族士兵率先发起进攻，龙息喷薄，烧红半边天。抗龙联盟成员奋起反抗，喊杀声震天，血洒青山。我立于阵前，道尊境气息尽数爆发，眉心3大印记金芒暴涨，不断切换身份，赤焰天王身份加持，军道之力赴联盟，士兵战力暴涨。玄妙天地身份开启，传法之道弥漫，为众人疗伤修复道运。混沌魔神身份现世，混沌之气环绕，混沌之剑斩龙族高手，剑剑致命。我冲入战场之中，混沌之剑横扫，剑气纵横，数名龙族将领应声倒地，龙血四溅。激战中，为了斩杀一名龙族大将，我孤军深入，陷入数名半道尊敬祖龙亲卫的围攻之中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师妹高飞雪我白玉佩不顾自身安危，冲到我身边。玉佩贴在我的胸口，温润的道运源源不断地嘟入我的体内，修复着我受损的经脉与伤口。师兄，撑住！师妹，多谢。今日我等便与龙族大军决一死战。我道运恢复如初，抬手一挥，混沌之剑的剑光愈发亮。祖龙见手下接连战败，亲卫未能拿下宁寻秋，怒不可遏。他身形一晃，万丈龙躯显露出来，身披龙甲，手持羽圣枪，从天际缓缓落下。区区道尊境，也敢与本座抗衡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我让师妹退至后方，孤身一人走向祖龙，道尊境的气息尽数释放，运转道尊境的修为，内气探知祖龙的周身，发现祖龙的龙气之中夹杂着琉璃仙尊的道运与众生怨念，正是这2股力量让其实力暴涨。祖龙见我拒不归降，眼中闪过狠厉，抬手一挥，羽圣枪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直刺我的胸口。我眉心的所有身份印记同时金芒暴涨，将赤焰天王的军道之力、玄妙天地的传法之道、混沌魔神的毁灭之力尽数融合，结合春秋笔与玉佩道运，混沌之剑爆发出前所未有的金光，迎着羽圣枪劈去。混沌之剑化为剑灵，划过祖龙的龙躯，留下一道深可见骨的伤口，龙血喷涌而出。祖龙实力大减，嘶吼后退，宁寻秋趁机出剑，重创其心脏。一道黑袍骤现，救下祖龙，阴冷声回道：10位禁忌存在即将降临，你死定了。疗伤休整，禁忌之谜。大战过后，清虚界满目疮痍，抗龙联盟死伤惨重，金光顶布满裂痕。宁寻秋归宗闭关疗伤，周身道运消耗殆尽，伤口深可见骨。高飞雪日夜手旁擦拭伤口，杜玉佩道运助其恢复。风云子走遍清虚界，寻天材地宝炼制丹药，修复其道运。数日后，宁寻秋睁眼，道尊境气息渐复，抬手取天眼册，
笔尖点侧面查询10位禁忌存在，侧面展开，金字闪烁，诸天顶级存在，掌控诸天规则。祖龙为其棋子，黑袍人是手下，集诸天本源与混沌碎片，辅佐其统御诸天，屠戮众生。宁寻秋眸光沉凝，深知禁忌存在将至，诸天危在旦夕，唯有速提实力方能应对，遂闭关融合3大印记力量，领悟更高道运。骤然，天眼侧爆诡异黑光，10位禁忌存在虚影在侧面浮现，周身恐怖气息令人战栗。宁寻秋瞳孔骤缩，其中一位虚影的面容，竟与他上辈子的师父一模一样，熟悉的轮廓，勾起刻入骨髓的记忆。琉璃道运，道心升华。宁寻秋压下心中震惊，抬眼望青山上空悬浮的琉璃仙尊道运，那道金光温柔却强横，萦绕浓郁的守护之道。他抬手一招，道运缓缓落于掌心，温润力量顺经脉游走，修复体内暗伤。他开始吸收琉璃道运，与自身传法之道相融，脑海中不断领悟奥义。道运中满是对众生的守护，对诸天的怜悯，与他想守护师父师妹、清虚乃至诸天的心意不谋而合。道运加持下，宁寻秋的道心逐渐升华，心中执念消散，只剩纯粹的守护之心。天眼侧金芒落，吸收琉璃仙尊道运，领悟守护之道，道心升华，修为突破道尊境巅峰。他周身道运环绕，实力远超从前。再查天眼侧，得知琉璃仙尊宿命本为诸天圣母，心怀众生，却被10位禁忌存在联手陷害，道运被夺，残魂散于诸天。允圣枪正是以其道运炼制。宁寻秋握春秋笔，立下誓言，改写其宿命，救出残魂，助其重获新生。天眼侧提示，残魂被下混沌诅咒，解咒须寻诸天本源之心。宁寻秋收拾行装，持混沌之剑，携高飞雪与3名心腹师弟，踏上寻找诸天本源之心的路途。本源之地在诸天中心的混沌之境，路途遥远，混沌之气浓郁，稍有不慎便会被吞噬。几人穿梭诸天世界，翻山越岭，斩杀无数混沌怪物，终抵混沌之境。此地混沌气漫过头顶，伸手不见五指，唯有诸天本源之心的金光在混沌深处闪烁，指引方向。就在几人靠近本源之心时，一道黑袍身影掠过，黑袍人率数百手下拦住去路，阴冷气息笼罩混沌之境。宁寻秋，本座早已在此等候，本源之心，岂是你能染指？话音未落，手下挥刀进攻，混沌气翻涌。宁寻秋切换混沌魔神身份，混沌之力爆发，混沌之剑横扫，斩杀手下。高飞雪与师弟们奋起反抗，道运弥漫。激战中，黑袍人暗中偷袭，一掌拍向宁寻秋后背。高飞雪飞身挡在身前，受掌口吐鲜血，重伤倒地。宁寻秋目眦欲裂，力量暴涨，一剑重创黑袍人，逼其遁走。我急忙抱起重伤的师妹，将自身浑厚的道运源源不断渡入他体内温润的诸天之道，缓缓修复他受损的经脉。见他气息逐渐平稳，不再继续呕血，我才稍稍松了口气，将他安置在一旁的混沌石上，布下防护结界。随后，我抬眼望向混沌深处，只见诸天本源之心的金光被浓郁的龙气笼罩，祖龙的身影缓缓从金光中走出，身上缠着厚厚的绷带，显然上一战的伤势尚未痊愈，却借着本源之心的力量，气息不断攀升，竟比巅峰时期还要强横几分。祖龙目光中满是滔天杀意，死死盯着我，嘶吼。宁寻秋，本座借本源之心的力量已然大增，今日便让你和这个女人一起化作肌肤，为我之前所受的重伤报仇。话音未落，祖龙抬手开掌，龙气与混沌之气相互交融，化作一道巨大的龙爪，带着本通灭地的力量，直逼我们来。所到之处，混沌之气剧烈翻涌，空间微微震颤。我将师妹布在结界之后，眉心所有身份印记同时金芒暴涨，将赤焰天王的君道之力、玄妙天地的传法之道、混沌魔神的毁灭之力与琉璃仙尊的守护之道彻底融合。道尊境巅峰的气息尽数释放，手握混沌之剑，迎着龙爪冲了上去。金铁交鸣之声震彻混沌之境，混沌之气四处飞溅。激战中，我骤然领悟诸天之道，道运与整个诸天相融，力量再次暴涨，身形化作一缕金光。激战中，祖龙此时此刻根本来不及反应剑光，剑光穿透其心脏，龙血喷涌而出，轰然。我抬手握住诸天本源之心，金芒道运不败，成功解除了琉璃仙尊藏混沌诅咒。天眼侧金芒闪烁，色迹一现，领悟诸天之道，修为突破半道途径，成功融为诸天之心。此时，琉璃仙尊的残魂从本源之心走出，面色虚弱却眼神坚定。10位禁忌存在已降临诸天，正大肆吞噬诸天气运，速回清虚界备战。琉璃仙尊残魂在本源之心道运加持下，逐渐凝聚成形，身着琉璃仙裙，道运环绕，恢复道尊境实力。他走到宁寻秋面前，多谢公子解咒，琉璃愿追随，共抗禁忌存在。宁寻秋说道：“守护诸天，乃我等共同使命。”几人归清虚界，宁寻秋召集抗龙诸天联盟所有成员，及诸天不愿被掌控的势力，齐聚青山宗。琉璃仙尊现身，诸天联盟士气大振，纷纷誓死追随。宁寻秋抬手一挥，自任盟主。琉璃仙尊为副盟主，风云子与大神通者任长老。他握春秋笔，在天眼册上改写诸天众生宿命，划去被屠戮的结局。金芒弥漫诸天，无数众生战力觉醒，纷纷加入联盟，势力愈发强横。
宁寻秋还将诸天之道倾囊相授，助众人提升实力，备战竞技之战。骤然，诸天天空被黑光笼罩，10位竞技存在踏空而来，恐怖气息压得天地喘不过气。他们围住诸天联盟，阴冷声震彻诸天，说3日之内覆灭联盟，夺取至宝，统御诸天。10位竞技存在的黑光笼罩青山，天地失色。诸天联盟成员虽面露惧色，却依旧卧冰而立，眸光坚定。3日后，竞技存在率先进攻，10人同时出手，恐怖力量直扑联盟，黑光所至，山石碎裂，道运消散，成员不断倒地。宁寻秋立于阵前，半道祖境气息爆发，眉心印记金芒暴涨。宁寻秋威严站立于阵前，半道祖境气息在稍纵即逝间爆发。琉璃仙尊、赤焰天王投影、玄妙天地投影并肩迎战，他不断切换身份，融诸天、君道、传法、守护之道。握混沌之剑，剑光化作金光，直刺一位善速的竞技存在。那竞技存在避之不及，被剑光刺穿胸口，嘶吼着化作黑光消散。斩杀一位竞技存在，联盟士气大振，众人高呼冲锋，战力暴涨。琉璃仙尊的守护之道疗伤，赤焰投影率士兵冲锋，玄妙投影传法加持，联盟攻势愈发猛烈。剩余8位竞技存在见状联手，黑光相融，化作巨掌拍来。宁寻秋抬手格挡，金光与黑光相撞。此战联盟站稳脚跟，竞技存在也意识到其威胁，开始联手针对他。战后，宁寻秋目光扫过一位竞技存在，瞳孔骤缩，此人竟是上辈子陷害师父师妹、辅佐狗皇帝的奸臣。宁寻秋目光死死盯住奸臣竞技存在，前世画面骤然涌入。师妹倒在小巷血泊之中，师父被铁链锁着灌毒酒，自己断臂瞎眼，战死血液，一幕幕刻入骨髓，恨意滔天。他持混沌之剑，身形一晃直冲奸臣，半道祖境气息尽数释放。诸天之道环绕，奸臣面露嘲讽，拍掌逼出黑光。上辈子你非我对手，这辈子依旧，今日让你重蹈覆辙。黑光与金光相撞，轰鸣震彻诸天，山石碎裂，江河倒流。两人激战，剑影与黑掌交错，打得天昏地暗。奸臣实力强横，宁寻秋剑落下风，伤口不断增多，血洒战场。但前世恨意与今生守护之心支撑着他，脑海中闪过师父师妹与诸天众生的期盼，力量愈发强横。激战中，他骤然解锁前世战力，断臂的痛感，瞎眼愤怒，战死的不甘，尽数化作力量融入混沌之剑。他身形化作金光，剑刺奸臣眉心，穿透护体黑光，直入丹田。奸臣气力嘶吼，丹田碎裂，道运消散，化作黑光彻底覆灭。宁寻秋了结前世仇怨，心中恨意消散，道心愈发纯粹。天眼侧金芒落，斩杀奸臣，吸收其道运，修为逼近道祖境。骤然，8位竞技存在联手，发动诸天竞技术，黑光巨爪拍向青山宗，山门碎裂，金光抵踏。风云子受重伤倒地，危在旦夕。宁寻秋见青山宗遇袭，师父重伤，目眦欲裂，化作金光直冲宗门，冲到风云子身前，将自身道运源源不断渡入其体内。温润的诸天之道修复伤口，助其恢复气息。见师父气息渐稳，他转身望向8位竞技存在，眸光冷冽，杀意滔天。他抬手一挥，发动诸天联盟所有力量，道运弥漫，化作巨大金光结界，抵挡竞技术的黑光。8位竞技存在不断加持力量，黑光愈发强横，结界剧烈颤抖，即将碎裂。宁寻秋走到结界前，眉心所有身份印记金芒暴涨，将赤焰、玄妙、混沌、琉璃的印记力量彻底融合，结合春秋、天眼侧、本源之心与玉佩的全部力量，道运与诸天相融，周身气息不断攀升。他握混沌之剑，将所有力量融入剑身，剑光化作贯穿诸天的金光，劈向巨黑光。金铁交鸣，震彻诸天，金光击碎黑光，8位竞技存在被震飞，身受重伤，口吐黑血。此时，宁寻秋体内道运沸腾，诸天大道共鸣，紫气东来3万里，地涌金莲，道音传遍诸天，道祖境的壁垒开始松动。剩余竞技存在欲遁走，却被混沌之力逼近。天眼侧金芒闪，混沌初开世界，东皇太一宿命，待你解锁，可助突破道祖境。宁寻秋抬手按向天眼侧，意识被金光包裹，穿梭至混沌初开世界。此方世界天地未分，混沌之气蒙遇到化形，太阳星与太阴星悬天际，妖族凌厉，万族争雄，其意识附于东皇太一身上。此刻正与帝俊共掌妖族，剑拔弩张，欲争太阳神位。天眼侧金字符，东皇太一元素命与帝俊反目，巫妖大战身陨，妖族破灭。宁寻秋凝眉，借东皇之身主动并起前嫌，持混沌中见帝俊，愿借兄弟之盟，共掌混沌初开世界，守护妖族。帝俊见其心意至诚，欣然应允。2人联手整顿妖族。宁寻秋将诸天之道、君道之力传授妖族，助其提升战力，又以混沌中镇守太阳星，吸收太阳星精，领悟星辰之道。数百年间，妖族一统混沌初开世界，东皇掌星辰之力，帝俊掌太阳之力，妖族鼎盛。天眼侧金芒落，改写东皇太一手宿命，获太阳星辰之力，修为突破道祖境门槛。宁寻秋意识归体，眉心东皇印记金光闪烁，周身道祖境气息出现。抬眼望去，被困的8位竞技存在已被一道黑袍身影斩杀，正是黑袍人的首领，第11位竞技存在，诸天规则的掌控者。第11位竞技存在立于清虚界上空，周身黑光翻涌，诸天规则在其周身扭曲，
气息远超之前所有竞技存在。飞袍下双眼闪冰冷流光，他瞥向宁寻秋，声音带诸天规则威压，嘲讽道：“区区半步道祖也敢改写诸天宿命，今日便让你化为飞灰。”话音未落，他抬手一拍，飞光裹挟诸天规则之力，化作遮天巨掌，直拍宁寻秋。掌风所至，空间碎裂，道运消散，连诸天大道都为之震颤。宁寻秋身份印记仍是爆燃，他手握混沌之剑，身悬混沌中，剑鸣中所交织，化作金光洪流，迎向巨掌。金黑相撞，轰鸣声震彻诸天万界，清虚界山川河流倒转，诸天世界虚影在天际闪。二人激战，身影在诸天穿梭，剑影与黑光交错，所到之处世界崩塌，混沌翻涌。宁寻秋察觉其力量核心藏于丹田的诸天规则核心，此乃致命弱点，摧毁核心需牺牲部分身份印记。宁寻秋望着第11位竞技存在，心知摧毁诸天规则核心，唯有牺牲自身身份印记。赤焰天王与玄妙天地的印记，是他踏入诸天的起点，承载初心与成长。虽有不舍，但为守护众生与师父师妹，别无选择。他眸光坚定，抬手一点眉心，赤焰与玄妙两道印记金芒暴涨，化作流光融入混沌之剑。失去印记，宁寻秋身形微颤，修为暂时回落半道阻境，但混沌之剑力量暴涨数倍，剑身绕诸天万道光芒。他纵身跃起，混沌之剑携牺牲印记的力，直刺竞技存在丹田。对方大惊，抬手凝聚诸天规则之力一口，却被剑势破开。金光异剑刺穿丹田，击中诸天规则核心，咔嚓一声，规则核心碎裂。第11位竞技走在七力四体，周身黑光涣散，实力大跌，身受致命重伤。他怨毒瞪着宁寻秋，引爆自身部分力量，黑光与混沌交织，化作冲击波直冲诸天壁垒。轰隆一声，诸天壁垒被撕开巨大裂痕，无数混沌怪物从裂痕涌入，屠戮诸天众生。诸天壁垒裂痕不断扩大，混沌怪物铺天盖地涌入，所到之处生灵涂炭，诸天世界现灭之灾。宁寻秋强忍失去印记的伤痛，抬手一挥，传信于琉璃仙尊、帝俊、赤焰投影等诸天强者，齐聚诸天壁垒裂痕处。众人抵达，见混沌怪物肆虐，当即展开激战。琉璃仙尊的守护之道化作金光屏障，护住周边众生。帝俊的太阳之力化作金焰，灼烧混沌怪物。赤焰投影率诸天大军冲锋陷阵，斩杀怪物。宁寻秋立于裂痕最前方，混沌之剑横扫，每一剑斩杀数十只怪物，同时将诸天本源之力渡入壁垒，缓缓修补。激战数日，众人不眠不休。宁寻秋以自身道运为引，融合诸天众生的愿力，不断加固壁垒，终是斩杀最后一只混沌怪物，彻底修补壁垒。此战过后，海量诸天气运与众生愿力汇聚宁寻秋体内，道心彻底圆满，填补失去印记的空缺，修为再次突破道祖境门槛，比之前更稳固。天眼册金芒坛终极提示：道祖境需集齐诸天气运，自身道心与诸天本源，前往混沌本源之地，完成终极正道。宁寻秋孤身一人，持混沌之剑，踏入混沌本源之地。此方世界无天无地，无生无死，唯有纯粹的混沌本源之力。道祖境的终极试炼便在此处。天眼册缓缓展开，金字浮现，试炼需直面自身执念，解开心结，方可得到祖果位。话音刚落，四周混沌之气化作无数虚影，皆是其执念。前世血液战死的不甘，师父师妹惨死的痛苦，改写宿命时的迷茫，对力量的渴望。虚影化作实质，轮番进攻。前世的狗皇帝、飞袍人、竞技存在皆在其中。宁寻秋手持混沌之剑，坦然面对，不避不闪。面对狗皇帝，挥剑斩去，放下前世仇怨；面对力量诱惑，心如止水，坚守守护之道。他一一化解执念，道心愈发纯粹，口中轻盈。大道无为，守护众生。话音落，周身混沌本源之力疯狂涌入，体内道运彻底沸腾。诸天大道再次共鸣，道祖境壁垒轰然破碎。就在即将突破之际，一道黑光掠至。第11位竞技存在吸收混沌怪物力量，实力恢复大半，欲在他突破之际斩杀人夺道。第11位竞技存在的黑光掌风直拍宁寻秋后心，宁寻秋临危不乱，凝诸天本源之心为盾，挡在后背抵御黑光掌风。黑光掌风撞击光盾，黑白能量剧烈碰撞，产生环形能量波纹扩散。宁寻秋借掌风冲击力，掐诀引混沌本源之力入体，欲冲破道祖境壁垒。混沌之力与掌风冲击力融合成金锤，反复撞击宁寻秋体内道祖境壁垒，壁垒现裂纹。道祖境气息席卷混沌本源之地，紫气翻涌3万里，夹杂金色道纹形成混沌漩涡。混沌本源之地地面金莲破土绽放，金光升腾与紫气交织摇曳。天地显诸天大道虚影，光柱垂落飘展道纹，道音化作金色音符漂浮回荡。宁寻秋周身绕诸天万道流光，身体抬升，道祖威压持续释放。眉心显3道古传身份印记，金光闪烁，头顶显混沌中春秋笔，天眼侧虚影。宁寻秋转身望向竞技存在，眸光平淡，含诸天大道威压，压制对方黑光。说出惩戒竞技存在的话语，周身万道随语震颤。竞技存在面露狰狞，黑光暴涨恢复实力，明能量锤砸向宁寻秋，二人展开对决。宁寻秋引诸天规则之力，符文汇聚掌心，化作混沌之剑，剑身交织青黑与金色。宁寻秋挥混沌之剑横扫，万道相随，混沌气翻涌成涡，竞技存在凝顿格挡开裂。竞技存在节节败退，黑光溃散，被剑锋震退，口吐黑血，面露金黄。宁寻秋掐诀低喝诸天阵势，诸天大道之力凝剑，剑体暴涨成金光巨剑。宁寻秋挥金光巨剑劈中竞技存在，其肉身碎成黑灰，元神显露挣扎欲逃。宁寻秋照春秋笔写封印符文，
缠缚元神拖入混沌深处封印，永世不得出世。封印结束，白衣神秘身影诸天大道化身现身，道出更高境界的秘密。宁寻秋回归清虚界，道祖境气息席卷诸天，所有诸天强者俯首跪拜，尊称其为诸天祖尊。他立于青山宗金光顶，召集诸天所有势力首领，共商诸天秩序。他以春秋笔为引，天眼册为凭，定下诸天新规，打破诸天壁垒，实现诸天同源，各族可自由穿梭，互通有无，消除种族隔阂与势力纷争，禁止无故屠戮众生，违者废修为，逐诸天，开设诸天传道台，广传诸天之道，让众生皆有修行之机。随后，宁寻秋将青山宗改造为诸天传道祖庭，令师父风云子任祖庭长老，传武道之道，桃李满诸天。封师妹高飞雪为诸天圣母，池玉佩守护众生，执掌众生愿力，命琉璃仙尊与帝俊共守混沌初开世界，镇守诸天本源。封赤焰为诸天兵马大元帅，统领诸天守护军，维护秩序。诸天秩序初定，众生安居乐业，修行之风盛行，迎来盛世。就在此时，天眼侧突然浮现一行模糊黑字，金光无法掩盖，域外邪魔即将降临，诸天再次面临危机。宁寻秋抬手按向天眼侧，以道祖之力催动侧面，域外邪魔的信息缓缓浮现。来自诸天之外的混沌魔域，以吞噬诸天本源与道运为生，实力强横，首领魔主堪比道祖境。宁寻秋不敢懈怠，当即下令：赤焰统领诸天守护军，布诸天防御大阵，以太阳星、太阴星为阵眼，混沌中为核心，镇守诸天边界。琉璃仙尊广传守护之道，提升众生道运防御力。风云子与各大门派联手，培养年轻一辈修士，补充战力。他自身前往诸天本源之地，以道祖之力融合春秋笔、天眼册、混沌之剑与诸天本源之心，将4件至宝炼化为诸天守护印，悬于诸天边界，可自动抵挡邪魔，预警动向。同时，宁寻秋开启诸天模拟，推演与邪魔的对战之法，领悟克制其吞噬之力的手段。数日之后，诸天防御体系布置完毕，众生严阵以待。此时，诸天边界预警响起，诸天守护印金光闪烁，域外邪魔先锋部队已抵达，与诸天守护军展开激战。先锋首领实力竟与宁寻秋不相上下。宁寻秋化作金光，直奔诸天边界。战场之上，诸天守护军与邪魔先锋激战正酣，邪魔身形狰狞，魔气翻涌，擅长吞噬修士道运，不少守护军修士道运被吞，修为大跌。为首邪魔先锋首领披黑甲，持魔刃，魔气滔天。赤焰与数位诸天大神联手，竟难以避。宁寻秋现身，道祖境气息释放，压得邪魔先锋部队瑟瑟发抖。他抬手一挥，太阳星辰之力化作经验，笼罩战场，克制邪魔魔气。邪魔首领见他到来，挥魔刃直劈，魔刃带吞噬一切的力量，直逼其面门。宁寻秋切换东皇太一身份，手握混沌钟，钟鸣震彻，击碎魔刃力量，随后持混沌之剑，诸天之道，一剑刺向邪魔首领。对方以魔气为盾，却被金剑刺穿，道祖之力永入体，摧毁其魔核。邪魔首领惨叫消散，临死前一枚黑色碎片飞出，被宁寻秋接住。此碎片竟是第11位禁忌存在的元神碎片。他眸光一沉，推测禁忌存在早已与域外邪魔勾结，此次入侵早有预谋。斩杀首领后，守护军士气大振，击溃先锋部队，守住诸天边界。宁寻秋以道祖之力催动诸天守护印，顺着元神碎片气息追查禁忌存在余孽，线索遍布诸天，最终指向清虚界一处隐秘魔域。此处竟是禁忌存在与邪魔勾结的据点。数十名余孽与邪魔修士在此修炼，欲借魔气复活第11位禁忌存在。宁寻秋率琉璃仙尊、赤焰前往隐秘魔域，魔域内魔气浓郁，瘴气弥漫，修士入内道运便会被吞。宁寻秋抬手一挥，太阳经验笼罩魔域，魔气与瘴气被灼烧殆尽，余孽与邪魔修士无处遁形，大战一触即发。赤焰率诸天守护军击杀邪魔修士，琉璃仙尊以守护之道护住众人。宁寻秋直面禁忌余孽首领，第11位禁忌存在的亲传弟子，身具半道祖境实力，手持禁忌法宝。宁寻秋混沌之剑挥出，诸天之道相随，几招击碎其禁忌法宝。随后以春秋笔写斩字，金光剑气斩杀其元神。其余余孽见首领身死，四散而逃，却被守护军团团围住，尽数斩杀。宁寻秋搜遍魔域，找到所有元神碎片，以道祖之力彻底炼化，断绝复活可能。炼化时，他感知到邪魔主力部队已在混沌魔域集结，魔主亲率大军将至，实力远超自己。3日后，域外邪魔主力部队抵达诸天边界，魔主身具万丈魔躯，披混沌魔甲，持魔域魔枪，周身魔气翻涌，遮蔽诸天，其实力远超道祖境，乃是混沌初开时期的邪恶魔神。魔主抬手一挥，魔气化作无数魔兵，冲向诸天防御大阵，魔枪劈出，一道黑色魔焰直劈诸天守护印，守护印金光震颤，裂痕不断蔓延。宁寻秋下令开启防御大阵，全力抵挡，同时召集诸天所有强者，齐聚边界，与邪魔展开全面激战。琉璃仙尊的守护之道化作诸天屏障，护住众生。帝俊的太阳之力化作万丈经验，灼烧魔兵。风云子率诸天修士以武道之道斩杀邪魔。赤焰统领诸天守护军冲锋陷阵，血战魔兵。宁寻秋手持混沌之剑，直面魔主，二人激战在一起。魔主的魔枪带混沌毁灭之力，每一击都让诸天大道震颤。宁寻秋诸天之道相抗，混沌之剑与魔枪碰撞，金黑光芒交织。
轰鸣震彻诸天。激战中，魔主释放混沌毁灭之力，化作黑色洪流直冲诸天世界。宁寻秋为守护诸天，身挡下，身受重伤，道运流失严重，身形摇摇欲坠。宁寻秋身受重伤，倒在诸天边界，道运不断消散。魔主的魔枪再次劈来，眼看便要魂飞魄散。就在此时，诸天世界方向传来无数道金光，那是诸天众生的愿力、道运，上至诸天大神，下至普通生灵，皆自愿释放自身道运、愿力，汇聚成巨大金光洪流，涌入宁寻秋体内。祖尊，守护我们，愿以道运相助，共抗邪魔。无数声音在他耳边响起，众生的力量修复其受损经脉，补充流失的道运。宁寻秋缓缓站起，周身金光与道运交织，众生之力与道祖之力融合，他领悟了更高的大道。众生之道，道祖境实力再次升华。他抬手握住混沌之剑，剑身萦绕众生之道，诸天万道光芒。你以众生为刍狗，欲吞噬诸天本源，今日便以众生之力站你于诸天之下。宁寻秋挥剑劈出，一道融合双道的金光剑气直刺魔主。魔主挥魔枪抵挡，却被剑气轻易破开，剑气穿透其魔躯，击碎其魔核。魔主魔核被击碎，万丈魔躯开始消散。他怨毒地瞪着宁寻秋，想要引爆自身混沌之力，与诸天同归于尽。宁寻秋早有防备，抬手引众生之力与诸天之道，化作一道金光结界，将魔主包裹其中。魔主的混沌之力引爆，却被结界牢牢困住，力量尽数被吸收，化作纯粹的混沌本源之力，反哺诸天。魔主发出最后一声嘶吼，身形彻底消散，化作漫天魔气，被宁寻秋以太阳经验灼烧殆尽，不留一丝痕迹。斩杀魔主后，宁寻秋抬手一挥，诸天之道与众生之力遍布诸天，修复被邪魔破坏的世界，复活战死的诸天修士，补充流失的诸天本源。诸天边界的防御大阵被加固，诸天守护印悬于天际，金光永明，守护诸天。此时，诸天大道再次共鸣，紫气东来9万，地涌金莲千万朵，道音遍传诸天万界。所有众生俯首跪拜，尊称宁寻秋为诸天祖尊，奉其为诸天唯一的大道化身。天眼册自动翻开，浮现金字：你的宿命并非改写，而是创造。诸天未来由你掌控。诸天恢复安宁，盛世降临，宁寻秋回归青山宗。如今已是诸天传道祖庭，香火鼎盛，修士云集。师父风云子寿元绵长，道育深厚，成诸天武道宗师，每日在传道台讲道，桃李满诸天，受众生敬仰。师妹高飞雪身为诸天圣母，手持玉佩守护众生，周身萦绕众生愿力，道育愈发纯粹。她诞下子嗣，孩子身具诸天道运，天生有守护之心，日后将继承诸天圣母之位，继续守护诸天。禹国太子楚玉在宁寻秋指点下成为千古明君，执掌人间气运，将禹国治理的国泰民安，人间界气运愈发浓郁，反哺诸天。琉璃仙尊与帝俊共守混沌初开世界，二人结为道侣，镇守诸天本源，成为诸天第一道屏障。赤焰与诸天守护军依旧驻守诸天边界，维护秩序，成众生守护神。宁寻秋褪去祖尊光环，化作普通修士，行走于诸天之间，传法解惑。遇天赋异禀却无人指点的修士，便倾囊相授；遇纷争之地，便以道运化解，让众生皆能领悟大道，实现修行自由。行走间，他感知到诸天之外还有更广阔的混沌世界，扛着新的危机与机遇。诸天盛世之下，青山宗香火鼎盛。我身着道祖长袍，周身道运环绕，正在为诸天修士传道。声音温和，却带着诸天威压，传遍整个青山宗乃至诸天。台下修士云集，皆俯首聆听，眼中满是敬畏与向往。他们认真领悟诸天之道，渴望能像我一样突破自我，守护众生。传道结束后，我与师父、师妹、琉璃仙尊等人齐聚金光地，望着诸天万界的虚影，心中满是感慨。我抬手望向天际，诸天万界的虚影在我眼前浮现，每个世界都一片安宁，众生安居乐业。师父笑道：“寻秋，你如今已是诸天祖尊，圆满了所有心愿，往后你打算如何？”我轻声道：“道途无止境，守护亦无止境。本座会继续守护诸天，同时寻找诸天之外的大道，探索更广阔的天地。诸天之外，道祖之上，还有更高境界带你探索。”话音刚落，天眼侧突然爆发出耀眼金芒，侧面浮现出新的字迹。我眸光一亮，心中涌起新的向往。我知道自己的道途从未结束，还有更广阔的天地等待着我去探索，还有更重的责任等待着我去承担。师妹走到我身边，握紧我的手，眼中满是坚定。师兄，无论你前往何方，我都会陪在你身边，与你并肩同行。我笑着点头，目光望向天行册上描述的混沌天地，诸天之外。道祖长袍猎猎作响，周身道运沸腾。我的道途始于血液的复仇，终于诸天的安宁，而未来将走向更遥远的混沌大道，书写属于诸天祖尊的全新传奇。